山城重庆给大家拍摄一款上汽通用50旗下比较重磅的一款车型50星光。为什么说重磅呢？首先，这是50旗下的首款新能源轿车，搭载了最新的灵犀混动技术和神炼电池技术。其次就是这台车它的实车还挺好看的，比我在图片上看到的更加精美一些。那么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3件事儿，就是这台车它卷的点是不是足够的吸引你，以及实车的做工和舒适空间到底如何。第3点，我们就来预测一下价格。那这台车它在卷什么？卷颜值、卷能耗、卷技术。首先颜值方面可以看到的话，它整个混动款的车型的话是做成了开口中网的设计，并且呢是向外扩散的这种无边界的一些感觉。分体式贯穿的大灯组呢在上方是做成了一体式的贯穿，并且中间这块也是可以点亮的，整体还是很好看的。整台车的话呢有6个颜色，我觉得深色系的普遍就是作为一台轿车来说会显得更有质感一点。整台车的车长呢是4835，轴距呢是2800。那它的轴距实际已经是来到了 B 级车的一个空间，但是官方还是把它定位为 A 级车，可能也是想打一个这种降维打击。另外的话就是这台车其实还是蛮精美的，包括它的尾灯设计也是一个贯穿的灯带，跟前灯做了一个呼应，而且还带了一个折角的一个设计。那其实我们昨天刚到的时候，第一件事是去参加了在重庆的中汽研风洞测试实验室实车1:1的风洞测试实验，据说他们是经过了100加小时的风洞测试，就这个测试实际上是还蛮烧钱的，就感觉花费了蛮大的精力和金钱吧。然后他们整车呢是在车身的非常多的流线以及切面上去做了优化，你像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啊等等这些就不用多说了，包括这个大溜背的一个车身，它的后尾翼其实也是做了一个增宽的处理来优化它后压区的一个风阻，并且呢还是搭载了低滚阻的轮胎，整车的风阻系数呢是0.228。另外卷的还有什么？就是它的能耗。其实我们刚刚说它优化风阻等等这些，也是为了更好的降低能耗去做一个设计优化嘛。再就是官方目前公布的它的100公里油耗呢是3.98升，综合续航呢是可以达到1100公里，并且纯电的续航部分呢是有50和105公里2个版本可以选择，这是目前官方给到的一些数据啊。那底盘方面的话呢，它搭载的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独立悬架，就整体我们还是希望说等到11月中下旬这台车它上市，并且我们能拿到实车去测试之后，给大家带来更多详细的一个数据以及对比。那进来车里之后，它实车的一个做工以及设计上感觉怎么样呢？就先说一下，就是做工方面啊，其实，如果说我之前对它的预期可能是在75分左右的话，那我进来车里之后，它给我的感觉是大概是在85分这个水平的。从几个方面可以显现出来，一个是你手触摸到的地方，包括门板这边大量的一个皮质的包覆，并且说它这次的这个装饰的一个饰板，你的手感呀，包括它色调的一个搭配，都还是比较有质感的。然后呢，就是它按键的一个做工，包括你再去触摸、去调节的时候，它的空调是做成这个拨感的，这个手感以及阻力都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我说它实际的一个做工给到我的分数大概是在85分这样子。另外的话就是设计的话，我觉得是其实有点乏味啊。进来之后就是2块大屏，一个是5.6，一个8.8的一个数字 LED 的显示屏，就是整体的话呢比较的简约，然后搭载了目前像这个爱奇艺啊、QQ 音乐这些主流的一些功能也都有。然后它这套系统呢用的是灵犀 OS 的，就其实之前大家也都了解过了，整体的一个流畅度呀各方面都也还比较不错。那说完这些的话，我们再来聊一下它的配置方面。就这台车的话呢，它是全系的主驾6项电动调节。那我们拍摄这台车，它副驾就是手动的。那另外呢，舒适性上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它的座椅的一个包覆性，就尤其是侧翼这边的包覆感觉还是不错的，厚度啊什么也还好。而且的话呢，它的座椅是可以实现180度，是真正的180度直直的躺平。那这样的话，比如说你开长途或者是国庆啊这种节日回家的时候，也能稍微休息一下，其实还蛮不错的。那么现在呢，把主驾座椅调到摄像老师180的一个身高，去看一下这台车它的实际空间表现如何。那像家轿的话，大家肯定关心的就是它空间和舒适性嘛。其实这台车它的轴距是2800，我刚刚也说了，它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一个 B 级车的一个标准。那
整个腿部的空间就是翘个2郎腿什么的完全不在话下，就是空间表现还是不错的。那另外头部空间的话，虽然说它是一个大溜背的一个车身，但实际上它是溜在了它的后备箱的位置，它的头部空间这块是没有受任何的影响的，而且它也做了一个就是内部向上稍微掏空一点的这个轻度，所以头部空间表现其实是还不错的，不会有这种压抑感。那舒适性上来说的话，首先我觉得它的坐垫的长度表现比较一般吧，因为首先像新能源的车型，本来进来之后整个坐姿可能会比较的高，然后你坐下来之后，尤其是一个男性坐在这里，你会觉得他腿部这边的一个承托，可能会没有那么的好，就尤其是长途驾驶来说可能会比较的累。那另外的话就是它整个中间的隆起不算特别的高，这边座椅呢没有太多的一个曲度，所以说中间坐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在空间的实用性上，其实它不管是前排还是后排门板上的一个空间都巨大。另外像这个后排出风口啊，2个 USB 这些实用的配置也都有。打开后备箱可以看到它的开口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进深很深，但是纵深表现比较一般，而且进深里面的话，上方呢不算是特别的规整，整体后备箱的一个空间容积呢是540升。那打开隔板呢，下面有一些工具的储物格以及零散物品的一个储物空间。最后我们来聊一下价格。其实这台车的话，它对标像比如说深蓝的 SL03、秦 Plus 这些车型，深蓝 SL03价格肯定起步已经可能14、15这样子，那秦 Plus 呢是在9.98到20多万这样的一个价格，就是我预计这台车混动版它的起步可能在10万、11万左右，那纯电的版本起步可能都要12左右了，这是个人的一个预测啊。11月的中下旬会上市，我们就期待一下它的价格。最后来说一下，就是近期50推出的一些新能源的产品，会觉得它的产品的周期好像不像宏光 mini 那样延续的那么的长，就是看下来你会发现，现在50它也开始卷技术、卷科技了，像前不久发布的这个灵犀混动系统，也觉得神链电池技术等等开始去向上做一些竞争。那星光这台车看下来，其实还是给我有小小的一点惊喜的，它会成为50的下一款神车吗？就是你们觉得如何呢？可以留言区跟我讨论一下。